这个地方荒无人烟，而且这条路很不好走，如果是轿车的话，根本上没办法开车进来的。这几乎是在山顶之上了，在这边有一栋房子，总共有20多间。究竟什么原因？这栋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人住，而且是破破烂烂的。那我们就带大家实地走到这栋房子去看一看。房子距离县城有5公里，按理来说，这样的一栋房子又通车，应该是要有人居住的。毕竟到农村里面买一套商品房也是50-60万。那这套房子总共有20多间，占地面积接近有1000多平。当年修建这栋房子，据村里面人说，总共是花费了好几十万，加上当年把整个山头土地承包下来，总共花费了300-400万。那这边房子修建好了之后，几乎是没有在这边住过多久，然后就闲置在这边了。将近这栋房子差不多有17-18年左右没有住人了。可以看到整个房子的院把是很宽的，这个平最少都有400多平左右，很平整，然后没有做硬化。旁边呢都是一些灌木丛。这个位置的海拔接近有600米左右，几乎是来到了大山顶之上。房子周边的植被非常的丰富，有一条砂石路直接通往山上。当年为何主人家要在这边花费了好几百万修建这样的一栋房子，而且修建好了之后并没有居住，然后就空着了呢？实际上是有多方面的原因。其实以前房主呢是在整个山头这边租下了100多亩的土地，准备在这边做一些养殖种植的。但是呢，碰上了经济效益不太好的那几年，房子刚好修建好之后，所有的资金呢就断了，没有后续的一些投入，所以后面的养殖种植也跟不上，然后房子就这样子空着荒废着。这一荒废呢，就差不多有17-18年左右的时间了。据说这个房主现在已经是搬到了国外，在国内呢，他的家人好像都没有了，都搬走了。然后房子呢，彻彻底底的是闲置在这边，而且是不要了。以前承包土地的这一块呢，之前他是和当地的村民买下来的土地，然后自己也没回来打理。现在土地呢，应该是归还到村里面的村民手里面。这栋房子加上周边的土地，现在如果要利用起来的话，只能和当地的村民达到一个共同的，应该是合作的模式，去把它给利用起来。其实房子的基础是挺好的，但是中间呢出现了很多故事吧。然后房门加上窗户、防盗窗全部被拆除了。其实不知道小道消息，也是有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，他说曾经有人在这边养牛的，大概住了1个多月吧，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搬走了。实际上私底下别人说了，住到半夜的时候，经常会听到一些声音，具体什么声音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，反正住着就很可怕的那种。然后呢，当地人就把这栋房子叫做鬼屋，所以呢，后面很多年都没人敢在这边居住了。其实现在这栋房子的下方是有一个铁皮搭建的房子，就是当年那个养牛的人在底下搭建的。他说这栋房子的场地非常的好，但一个人住在这边，尤其到了晚上，他觉得反正住着很可怕。然后呢，
就搬了下去。具体的原因他没说的那么透。那这栋房子到了晚上，当地的村民是不敢上来的，白天都是很少有人进入这栋房子。那我们现在就近距离带大家来看一下。这是一栋砖结构的房屋，是我们当地水泥砖砌的。它的外墙呢是用那种画，也就是那种线条给勾画出来的，看起来像青砖结构的房屋。它的地基当年做的也是比较好，基础呢是没什么问题。然后每一个房间我们近距离看一下，将近是有20来个平方左右，只有一间，然后每一间是单独的留有房门。这个窗户开的特别的奇怪，一般的房子开窗户都会在1米高或者1米多高留窗户，但是它的窗户呢开在了快到线胶板的下方，距离地面将近最少有2.5米左右，而且推开房门就可以看到这个窗户呢呈现一个类似于三角形的，像一只眼睛在看着你，给人的感觉特别的瘆人，不舒服，就是不舒服。看从这边的窗户看进去也是如此，特别的怪异。几乎每个房间都是一样的窗户，都是一样的格局。然后这边走过去还有2、3间，这里面堆放的有些木材，几乎是看不到家具。现在刚刚是下过雨，天晴了，屋檐滴水，此刻正在滴答滴答的滴着。如果没有这些声音的话，是显得特别的安静。房子里面我讲话的声音可以听到回声。就像那个养牛的大哥说的，他说这里不要钱，他也不敢住，所以他搬下去了。这里写了几个字啊：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进来，是不是？是谁在这边乱写乱画的？这栋房子感觉当年好像是有什么故事一样的。这里面呢也堆放了很多柴火。这上面还写的一个没有灵魂的活法，只是一个半死的躯体，一个没有，看不太清楚了。好怪啊，这个地方。这里是湖南省湘西州花岩县，距离县城5公里左右，而且通路。房子的进深只有6到7米，从这边是一个过道，走进来之后就是一个很深的峡谷，那边也是一些大山，这里还有一间，显得是阴森恐怖，被这些大树给遮盖着，房子的周边长满了杂草。这个视频尽可能的给大家一镜到底，给拍完。世界末日，无知的人，很怪，到处呢透露着一些很怪的气息。
这个楼梯做好了之后没有做栏杆的，当年感觉侧篱这边是急急忙忙的，屋顶已经是漏雨了，上面盖的是琉璃瓦，这个瓦片应该是破了的。开门见山，视野还是挺不错的。这边因为海拔比较高，比较空旷，所以在这边呢，视野特别的好。好像我刚才听到有人讲话的声音，但是现在又听不到了。难道是我的回声吗？感觉不太像，像是两个人谈话的声音。难道这栋房子里面有人吗？这是2楼，房间和1楼的布局一样的，窗户已经被拆走了，房门也被拆走了。2楼呢也没有做栏杆，感觉都是急急忙忙撤离。但是房子里面的生活物品已经看不到了。当年修建这栋房子20多间，用来干嘛？能住那么多吗？这是防盗窗的钢筋，被人给拆除了。啥也没有。是不是最后那个房间有人啊？刚刚我上来的时候，感觉就在楼梯口听到了声音。这一间还做了吊顶，屋顶呢也漏雨了，整个墙面呢都被雨水浸泡了，长了绿颜色的青苔。在这一间吗？也没有人。这个电表也被拆走了，这是最后的一间了。嘿，有没有人？里面还有一间。嘿，有人吗？喂，应该是没有人，可能是我听错了。这背后有个小窗户，哎，这个位置很怪哦，砖砌了，但是把它给封起来了。这边以前是一个厕所，但是没有做房门。这栋房子很多地方漏雨了，墙被什么也没有。从这边看过去，一排排的房子，这一排就有10多间，加上1楼，总共有20多间，特别的奇怪，特别的奇怪。当我走到2楼楼梯间的位置，似乎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，但是当我静下心好好的听，又听不到了。其实这边是没有邻居了，距离寨子少说有1000米左右，只有下方有个养牛的人，平时他一个人在这边放牛，到了晚上可能会下山，然后牛呢是关在这边，不知道什么问题吧。反正走进这栋房子，给人的感觉总是心里面有点不安。那大概就看到这里吧，我也要下去了，不多说。喜欢石头的视频，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